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葡萄的画法。那么在讲葡萄画法之前呢，我们先来领着大家分析一下葡萄的结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画好一个题材嘛，那最开始的时候啊，并不是说着急着去画它，而是说呢，先要分析它的结构啊，分析它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看到真的东西。其实国画啊特别注重写生啊，所有的绘画种类呢，其实都特别注重写生的，国画也是一样啊。特别注重写生，源于生活啊，最后呢才能高于生活。所以说呢，我们在画之前要先观察啊，要先观察这个生活当中的真的葡萄，它长什么样子的，它怎么长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结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这个呢是一串葡萄。那这一串葡萄呢，我领着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葡萄它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它是一个呈倒三角的形状。对吧？它呈一个倒三角的这样一个形状。那么倒三角的形状啊，并不是真正的三角形，而是说呢，在三角形的中间呀，我们可以看到三角形的中间啊，它是有这些凹凸的变化的，对吧？它是有这些凹凸的变化的。所以说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画的时候呢，葡萄串，我们通过观察生活就发现什么呀？葡萄串呀，它并不是那种真正的三角形啊，在这儿锥子形戳下来的感觉，而是说啊，在倒三角的一个大结构当中，它还是有很强烈的凹凸感的，对不对？这个呀是野生葡萄的状态。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一般呀也是画这种野生葡萄的状态。当然呢，有些你像养的，对吧？这个培植的一些，那么培育的一些，它有些呢，像这种就不太适合入画，虽然也很好看，但是呢，它不太适合入画。为什么呀？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倒三角形了，对吧？真正的倒三角形了，就显得这个画面呀很别扭，太规矩了，太规矩的。这个葡萄呢不太适合入画，所以说啊，我们在选择在观察葡萄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想画画，想画葡萄，那么我们观察什么样的葡萄呢？观察呀，像这种的啊，像这种的葡萄，非常变化多端的这种葡萄。那么一串葡萄，我们了解了结构之后呢，我们接着呀去分析它的葡萄粒啊。我们先来分析葡萄，分析完葡萄之后呢，再来讲叶子以及藤蔓。那么葡萄呀，我们来分析一下，它这个葡萄它是看着好多葡萄，每个葡萄粒我们都知道是圆的。那么在一串当中，它有什么样的结构呢？它的这个结构啊是这样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地方可以露出整个的葡萄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圆的，对吧？它是一个圆的。那么这个葡萄粒是圆的，是全部都能露出来的。那这个葡萄粒呢，也是全部都能露出来的，对不对？像这些葡萄粒都是全部能露出来的这些葡萄粒。那么这些全部都能露出来的这些葡萄粒，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上呢，仅仅占到呀画面的一小部分。像这些葡萄粒，我们都能整颗葡萄粒，我们都能看到它，对吧？这些葡萄大部分整颗葡萄粒我们都能看到。那么还有一部分葡萄呀，我们是看不全的，是只能看到一半的。我们这个时候发现，这些葡萄粒啊，大部分都能看到整粒葡萄，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葡萄呢，是只能看到半粒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是不是只能看到半粒？这个葡萄是不是只能看到半粒？这个葡萄也是只能看到半粒。这个葡萄呀，也是只能看到半粒。那么大家发现什么规律了吗？是不是最上面的第一层次的葡萄都是整粒的？那第二层次的葡萄就是远一点的，那么它是有层次感的，它是有前后变化关系的。第一层次的最前面的葡萄都是成粒的，第二层次的葡萄呢都是半粒的，对吧？通过观察生活，我们呀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那么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呢，也是要遵循这种客观的自然的规律性，那么去画它，对吧？像这些地方都是半粒的，那么有些半粒的葡萄呀，它露出来比较多一点，看露出来比较多。有些半粒的葡萄呢，露出来比较少，像这个半粒的这个呢，相当于第三层次的葡萄就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发现有些葡萄呀露出来多一点，像这个也是，虽然是第二层次，但是呢露出来非常少只能露出来这么一点。有些地方露出来多，有些地方呢露出来少。那这个呢是它的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对不对？这样我们去一拆分去拆解开来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葡萄它是有层次感的，第一层次画圆的，画整个的，第二层次呢画半粒的。然后呢，这些葡萄粒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是有葡萄串的，对不对？它是有这个葡萄串的，那串起来，那这个葡萄串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串呀是从这个地方这样走过来的，它是有一个主串，哎，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非常有力量感的串，把这些葡萄粒啊，我们全部给它串起来，哎，全部给它串起来，然后中间这些呢，哎，它的一些小串呀，其实被隐藏起来了，对不对？是被隐藏起来的，我们只能看到中间缝隙当中露出来这么一两个小串，那么这个呢是葡萄串，这个呀我们也不能丢掉，并且说呢，我们在实际的去刻画这个葡萄的时候呢，有时候啊会把这个葡萄串刻意的露出来多一点，让它产生一种更自然的状态，更自然的感觉。有些啊被小鸟啄掉了一个，比方这个葡萄被小鸟啄掉了，那么呢，它这个葡萄串呀会露出来更多，对不对？是这样的。那这个呀是葡萄的结构啊，这个是葡萄的结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葡萄，我们用这种结构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呢我们国画当中啊用到的白描的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画它呢？白描的方法呀非常简单，哎。怎么去画呢？直接啊，用这个，我们来调一点点墨色。通过分析完之后，大家呢再去画这个白描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都可以画出来。先画前面的葡萄粒，对不对？先画前面的葡萄粒。再和大家说一下，画葡萄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葡萄啊，它是圆的啊，它不是这个椭圆的啊，椭圆的是提字。那葡萄的话呢，我们要画的圆一些，每个葡萄粒啊都是比较圆一点的。那么我们根据它的这些结构特点，我们来画它。画的时候呢，先画第一层次的圆的葡萄粒，啊，先画第一层次的这些圆圆的，能看到整个葡萄粒的，哎，这样去画它。当然啊，真正的全部整个葡萄粒都能看到吗？也不一定啊，有些地方啊可以有一点点小的叠加，那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来看这些，放大看的话呢，它这些葡萄粒，看这个葡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粒和这个葡萄粒，它实际上啊也是有一定的一小点点的叠加关系的。实际上呢，这些啊都是一些小细节问题，虽然是细节问题，但是啊在实际的绘画当中，这些啊是至关重要的啊。这些小的细节呢，一定不要忽略掉。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啊，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去画啊。老师呢给大家总结这种规律性，先画第一层次的葡萄粒。第一层次的葡萄粒呢，我们呀就是画的圆圆的，哎，这些圆圆的葡萄，有些啊葡萄粒可能稍微大一点。有些葡萄粒呢稍微的小一点，对不对？有些葡萄粒啊，这个挨得比较远，哎，有些葡萄粒呢挨得呀又稍微的近一点，哎，叠加的地方呢又稍微多一点，对不对？有些地方，哎，当然啊，整体的葡萄粒不要过大或者过小，哎，适中就可以了。哎，这个是第一层次的葡萄粒，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画上它一画，哎，也勾勒它一下。这些地方，对吧？第一层次的葡萄粒都是以整粒的葡萄为主啊，都是以整粒的葡萄为主。这个地方呢，也来给它加一个葡萄粒，哎，这些地方呢，也是给它来加上一粒葡萄，哎，这个葡萄粒画好之后，第一层次的这些整个的葡萄粒啊，我们画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画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了。第二层次葡萄粒的话呢，画之前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些葡萄粒啊，用这些串先给它串一串，哎，就是这个也是慢慢向我们写意方法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先把这些葡萄串啊，我们可以看到葡萄串呀，它是在什么位置啊？它是在中间有一个主串，对不对？中间有这样一个主串，然后呢，主串呀再连接出这些小的串，把这些周围的这些葡萄粒呢，哎，给它连起来了，给它串起来了，对吧？有些呢被挡住了就看不到了，像中间这些地方呢也是啊被挡住了就看不到了。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整粒的葡萄，哎，我们给它加一加呗就。画好这些之后呢，接下来啊是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对不对？第二层次葡萄粒怎么画呢？画的时候啊只需要画上半粒的就行。哎，这个地方半粒，这个地方啊也是半粒。
这个地方也能露出来一点点啊，有些露出来多一点，有些露出来少一点。然后大家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在画第二层次葡萄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倒三角形的，上面葡萄粒多，下面葡萄粒少。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真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形，画的时候呢要有变化感啊，要有这种凹凸的变化感。那画的时候呢，刻意的，像有些地方啊，刻意的凹进去一些，对吧？凹进去一些，有些地方呢，刻意的凸出来一点。那么不要把它画的平了，这个地方呢又凹进去一点。我们国画讲究变化，画的时候呢，要把凹凸感呀给它画的更加明显一点。虽然我们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串葡萄，它这个凹凸感没有那么太明显，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去绘画过程中，要源于生活嘛，要高于生活，要比真实的葡萄呀画的还有趣。那怎么比真实的东西还有趣啊？就是更加的有变化，更加的耐人寻味。有了变化之后嘛，就让观者产生一种更加耐人寻味的感觉了呀。像这个地方也是画上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甚至说加上第三层次的葡萄粒，这个地方也是画上第二层次的、第三层次的，给它加一加，给它画一画。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它加一加。那这样的话，大家看到这一串葡萄，我们就已经是用白描的手法已经画出来了呀。那画完这一串葡萄之后，大家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三角形，而是说呢更加的富有变化性，凸出来的、凹进去的，凸出来的、凹进去的，它是更加的优美的啊。每一粒葡萄是圆的，圆的当中呢也有大有小，有前有后，也有这种整体的一个葡萄的形态。那这个呀就是我们国画当中讲的啊，以少胜多。国画当中讲的啊，以线造型的这种方式，用纯线条去表现空间感，用纯线条啊去理解这个结构的问题。那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发现葡萄的话呢，它这个小果期啊，有些葡萄小果期比较明显，对吧？你像这些葡萄，那去细看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小黑点的，有一个小果期的。有些葡萄的话呢，它又不是那么太明显，像这些地方其实它不是那么太明显的，对吧？像这些葡萄，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小果期。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这个小果期啊也是非常关键的。既然它有这个啊，不管它明不明显，这个属于它的一个结构，属于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一定要画上它，不要图省事儿，把它省掉，不要省掉。这个呢是属于它的一个结构，属于它的一个特点。我们中国画呢不讲究那么特别写实，但是呢，结构性的问题啊，我们中国画反而比那些写实的那些画种呢要更加的注意这些问题。这个就是物质的一个本质啊，对不对？那么点上它的小果期，果期点在哪儿啊？果期点在中间的葡萄粒，点在中下方，对吧？中间这些葡萄粒啊，我们点在中下方。左边的葡萄粒呢，点在左下方，可以看到吗？左边的小果期啊，点在左下方。右边的小果期呢，右边的这个葡萄粒啊，主串右边的点在右下方的位置。就这样去画它。那么呢，很轻松的，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虽然只用了线条，但是呢，给我们大家的感受啊，这个葡萄它是有空间感的啊，有厚重的感觉的，对吧？是这样表现它的，就是说呢，结构画对了啊，这个形象感有了啊，那么即便是只用线条，那么呢也是可以画出非常好看的这样一个结构造型的。这个呀就是葡萄的结构啊，这个就是葡萄的结构。那么至于颜色的话呢，颜色怎么去用写意手法去画呢？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讲。下边呢我们再来领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叶子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葡萄我们知道它长得圆圆的，它有前后的变化了。那么葡萄的叶子长什么样子呀？葡萄的叶子呀，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葡萄的叶子呢是这样的，它的葡萄叶子呀分为5个尖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叶子呀是分为5个尖端的。
它是5个尖端，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子呢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当然它的外边是有一些小小的尖刺的啊，这些呢我们可以先不要去刻意的去注意它。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尖，哎，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小尖，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小尖，哎，这个地方啊又有一个，到了这儿呢还有一个，一共是呢这个叶子呀，一共是由5个小尖端组成，就是一片叶子呀是由5个1、2、3、4、5个小尖组成，那么呢共同组成一片叶子。从中间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是不是像一个 U 字形的形状啊？也可以理解成 V 字形啊，其实它更像一个 U 字形，对不对？这个地方凹进去，它非常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起来。哎，一会儿我们画写意的画法的时候呢，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啊。通过真实的自然界，通过观察真实的自然界，这个 U 字形的结构啊非常的关键，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它的叶脉，叶脉怎么画的呀？一个叶脉连接一个小尖端，另一个叶脉呢连接另一个小尖端，另一个叶脉，看主要的叶脉一共有几个呀？一共有5个呀，对不对？一共有5个主要的叶脉，那么5个主要的叶脉各自连接着一个叶尖啊，各自连接着一个叶尖。那么它的一些小叶脉的话呢，小叶脉就简单了啊，小叶脉就是旁边啊有这么2、3个啊，有这么两三个小叶脉，哎，这个就是它叶子的结构。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叶子的结构，我们用国画的手法，用白描的手法怎么去画它呢？我们用白描的手法去画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方法，先画它的叶脉啊，先画它的叶脉，然后呢再去画它的叶子的边缘。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们画这个，比方说画这个叶子，大体上我们来画一下。然后呢，画的时候是先画它的叶脉，一个叶脉，对不对？2个叶脉，3个叶脉，4个叶脉，5个叶脉，这是葡萄的叶脉的结构。那么葡萄的这个叶子的结构长什么样子呢？它是5个尖端呀。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啊，大家注意，它是有一些小刺儿啊，有一些小刺儿。画的时候呢，把它这些结构，把它这些规律性、生长的规律性给它画出来。哎，有一些小刺儿。那么呢，至于啊，哎，它具体长什么样子，我们并不需要把它画的那么准确，因为它这片叶子其实不好看。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画得更加好看，更加生动一点。然后呢，哎，它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小尖刺啊，对不对？有一些小尖刺，再往旁边去啊，哎，又有一些小尖刺，哎，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它是葡萄的叶子，对不对？它是葡萄的叶子，然后周围啊两边，哎，又有一些这些小的叶脉，加上这么1、2笔啊，对吧？这个就是葡萄的叶子的结构。那用笔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啊，白描呢不是我们写意画主要的表现手法。那么白描的话呢，也要练一练，因为有时候大家去尝试一些小的创作的时候，尝试一些小写意的创作的时候呢，哎，可能也会用到白描这种手法。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练一练。这个提案用笔呢要有提案，提案的变化呀，重点放在这一块儿。这个地方是按下去，这个地方呢是提起来，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画的时候呢要更加有力量感。越往尖上走，这个叶脉啊，它是越来越细的啊。这个地方叶脉最粗，这个地方叶脉越来越细。这个不是我们国画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个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啊，它也是这样的结构。所以说，其实我们国画嘛，其实真的是很贴近现实啊，一点都不胡来。一定要源于生活啊，一定是源于生活的。那么叶子我们基本上呢也了解清楚了。当然叶子的话呢还有更多的叶子的种类，比方说呢叶子的方向，比方说这个叶子是正面的，像这种叶子呢是侧面的。叶子呢这儿有一个小叶柄，哎，从这儿长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侧面的叶子，对不对？这是它侧面的叶子，哎，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是有5个叶尖啊，也是有5个叶尖。那么大家呢，平常在刚学的时候，刚练的时候呢，哎，都可以去进行白描的分解去练习。就是说，大家看到一些叶子，或者是如果说去了这个葡萄园，那么呢，哎，去写生啊，
可以用铅笔去勾勒，或者是呢用毛笔去勾勒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对吧？把它的结构啊用白描的手法去分析一下。当你分析完之后，你再去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我这一笔画的是哪儿，我这一笔啊画的是真实场景当中的哪一块啊，我就能对上号了。这样学完这个之后，再去画写意的，就知道就知道源头了，源头在哪儿，这个怎么画的，为什么要这样画，就明白了。你看这个侧面这个叶子的话呢，来画一下啊，这个是一个露出来的一些正面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叶子的一个背面，对不对？叶子的一个背面，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叶子的正面啊，这儿有一些小刺儿啊，这儿有一个什么呀？这儿有一个叶子的一个，叶子的一个尖啊，一个尖的位置啊，两个尖的位置，三个尖的位置，这个地方第三个尖，当然这个地方因为它太侧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尖呀并不明显，实际上呢它是有的，对吧？这样一分析，这样轻轻的一画，这样轻轻一带，我们大家就清晰的明了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呀，它是一个侧面的叶子，侧面叶子和正面叶子有啥区别？侧面叶子更细啊，更窄。正面叶子呢更胖啊，对吧？更宽啊，就有区别了啊。这是它的叶子的形态结构。那么其实叶子嘛，稍微变换一个角度，它就变换了一种造型啊。大家呢可以进行尝试着去进行多的去练啊，各种各样的结构啊，多去看啊。你哪怕不去练，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叶子它有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呢去观察的时候，运用这种方法去观察它。去观察真的叶子，完了之后呢，再去结合我们后面讲的这个笔墨语言去结合上来，那样再去理解这个写意画、写意葡萄。那这个的话呢是叶子，对吧？这个是叶子啊，你看这个绿葡萄也是一样啊，下面藏了一圈绿葡萄，对吧？绿葡萄的话呢，结构和紫葡萄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呢它是颜色发生了变化啊，绿葡萄它这个小果期其实更加明显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藤蔓。藤蔓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一些葡萄园啊，去一些葡萄园可能会发现，大多数的藤蔓呢都是这种的，都是用铁丝啊给它拦起来的。那葡萄的话呢，都长得倍儿好，对吧？那并且说呢，还包着这个小这个袋子啊，包着小袋子啊，然后都是这种形态。所以说呢，它的一些葡萄藤蔓啊都是偏直的啊，都是偏直的，然后。藤蔓这个直接垂下来一个这个小的串，对吧？直接长一串葡萄。那实际的这个藤蔓呢，是会变化更多的，尤其是一些这个野生的葡萄啊，尤其是一些野生的葡萄，它的这个藤蔓呢会变化性更大，就是说不是那么太直愣愣的了啊，它是弯转着的。比方说一个葡萄藤啊，那么它攀爬在这个房檐上。或者攀爬在一些树干上，那么它的这个葡萄藤啊，它是会产生更多变化的。它不仅仅是这样直的，你像这些地方，其实呢都不仅仅是直的了，包括这个也是，它不仅仅是直的。你像这个藤蔓，它是从这儿穿过来，然后从这儿又穿过去，从这儿又穿过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藤蔓，可能又从后面穿过去了，从这儿又穿过来一个藤蔓，从这儿又穿过来一个藤蔓，它没有平行线。真实的就是说野生的这些它是没有平行线的，它的一个交错，它的一个这个串啊，它的这个藤蔓啊，它是非常的变化多端的啊，它是非常变化多端的。照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变化不少了，但实际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如果说去观察一些野生的一些葡萄藤，大家会发现这个藤蔓的交错呀，远远超乎了我们的一些想象。葡萄藤蔓交错，互相交错着，然后呢没人打理的那种情况下，这个藤蔓一会儿朝这儿走，这个藤蔓一会儿朝那儿走，那个藤蔓呢一会儿向下垂了断开了，又有一些藤蔓呢往上挑着，藤蔓非常自然啊，这个是藤蔓的一些结构啊，不仅是葡萄，一些丝瓜呀、紫藤花呀，那么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就不再用白描的手法去勾这个藤蔓了啊。藤蔓的话呢，我简单的来给大家教大家如何去画这个藤蔓的话，白描的画法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我们画的时候，
要有顿挫感啊，藤蔓不要画成那种圆弧形状啊，画的时候呢要有这种顿挫感。哎，葡萄是这样，丝瓜呀，一些紫藤花的一些藤蔓都是要这样去画，就是不要画成圆圆的。好多同学一画藤蔓就是这种感觉的啊，认为藤蔓很柔软是吗？啊，认为藤蔓很柔软，这种的是错误的啊，不要这样去画藤蔓。画的时候呢要有柔有方啊，画的时候像这种感觉，对吧？有些地方啊是圆润的，你像这个。有些地方圆润的，然后有些地方呢突然间就很方啊，有些地方呢，这些地方非常柔，那这个地方呢突然间非常方。用双钩的方法呀，我们也是一样啊，简单示范一下。看这个地方，线条是非常柔的，这就是藤蔓的结构啊，突然间非常方，对吧？突然间非常方。然后藤蔓的话呢，它这些地方都会长出一些小藤。长出一些这个小藤蔓，对吧？这个地方非常柔，像这些地方呢，转折的地方它又非常方。那藤蔓呀，它就是这样的一些特点、一些结构。包括呢，它是藤蔓呀，它更多的呢是具有穿插性的。一个藤蔓压着另一个藤蔓，一个藤蔓有时候还缠绕着另一个藤蔓，这样去长的。比方说，像后面再往后延伸的话，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往后面穿过去啊，对吧？就可以往后面穿过去。这个藤蔓它其实是真实的藤蔓，它会互相交错的这个感觉呢非常明显。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多观察生活啊，多观察一些真实的生活。如果说大家赶上冬天了，那么最好冬天的话呢，去看公园的紫藤的藤蔓，去看这个丝瓜的藤蔓，去看这个葡萄的藤蔓啊，没有打理的那种，对吧？观察藤蔓，对我们画画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些结构特点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来画一个成幅的葡萄啊，就是说我们用写意的手法怎么去画呢？写意的手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分为多种啊，就是有紫色的葡萄如何画，还有呢绿色的葡萄怎么画？绿色的葡萄如何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写意的手法啊来画这个葡萄啊，来教大家画葡萄。其实大家结构问题啊，一定要先了解啊。结构问题当大家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用写意手法去画的时候啊，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啊。其实呢，就是结构方面嘛啊，造型方面我们不需要再想了啊，需要想的，当你结构已经了解了，那这些问题就不需要再想了。需要想的是什么呢？真正画写意画是吧？真正想的就是笔墨啊，用笔和用墨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画。那么以及调色应该怎么去调？那我们画葡萄的话呢，可以用一些简单的一些调色方法去调啊，然后用简单的方法呢去画。紫葡萄和绿葡萄，然后呢分开来给大家讲一下。用笔的方式是一样的，重点呢就是调色呀，紫葡萄和绿葡萄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调呢？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是牡丹红颜色啊，这个是牡丹红，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花青色，牡丹红加花青啊，调完之后呢，它是一个葡萄的这样一个非常接近那种怎么说呢，像飓风葡萄吧那种紫啊，那种紫色，再加上一个太白色啊，那这3种颜色呢就可以画出葡萄的感觉。这个是紫葡萄的调色方法。那么我们先演示啊，紫葡萄如何画。画的时候呢，可以啊找一个毛笔稍微大一点的，不要那种太小的毛笔不要那种太小的毛笔，找一支毛笔呢稍微大一点的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呢去调这个紫色。画紫葡萄之前呢，我们可以啊就是把这个紫色呢先调好它先把这个紫色调好，一个是牡丹红嘛，一个是花青。把这2种颜色啊，先给它调好调成一个非常接近葡萄的这样一个紫色。那么呢，里面呀，这个红色可以适当多一点蓝色就是花青色嘛，适当少一点，让它偏红。这个紫色里面啊偏红一点，画出来的葡萄呢显得更鲜亮，显得更熟透的感觉当然呢，就是说牡丹红啊是可以有颜色去代替的。我们中国画不是那种非常死板的那种画法。国画是可以加以变化的，像老师用的是牡丹红，你说我用曙红色行吗？当然是没问题的呀，曙红色也是可以的。曙红色呢画出来之后啊，它这个颜色会稍微的
更加的暖一点啊。牡丹红的话呢，画出来颜色呀，它更加冷一点啊。这两种颜色呀，调出来都是可以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调好这个葡萄的紫色之后，牡丹红加花青调好葡萄紫色之后呢，笔尖上我们再调一点点的太白色，笔尖上调太白，然后呢，调好颜色之后，就开始画这个葡萄粒了。画葡萄粒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也是按照这种规律性去画它啊。先画前面的这些粒啊，先画前面的这些整个的葡萄粒。画的时候呢，就是左边一笔，右边一笔就能成一个葡萄粒啊。我先给大家来画整个的粒怎么画啊？整个的葡萄粒呢就是这样的，左边一笔，对吧？用笔稍微轻一点。用笔的话，当然也是有提按下去提起来，对吧？再给大家示范一下，用笔的话呢是提按下去提起来，这个是左边用笔的方法，左边啊用笔轻一点，右边的话呢用笔啊稍微重一点，轻轻这样一带，一个葡萄粒，圆圆的葡萄粒我们就画好了，对不对？左边一笔用笔轻啊，右边一笔用笔重啊，一粒葡萄我们就可以画好了。至于这个葡萄粒的大小啊，其实大家并不用去特别的在意。你说我画的小一点，我画的大一点，行吗？啊，没有关系啊。你看老师画这个，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那这两个葡萄都是葡萄嘛，只不过你画在小作品当中，你就适合画个小一点的。你画在特别大的作品当中，6尺整张的、8尺整张的，稍微大一点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粒葡萄的画法。那么我们去画成串葡萄的时候呢，也是运用这种手法去画就行。那么在画成串的葡萄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点啊，笔尖上需要不断的去调水，或者是笔尖上需要不断的去蘸白色才行。那么我们从头来画一串葡萄呢，还是先画这个葡萄的紫色啊，把笔上的所有的颜色先调成葡萄紫，调成葡萄紫之后呢，在盘子边缘啊刮一刮，把多余的水分呢我们给它刮掉。刮掉之后呢，笔尖上调太白色，然后呢开始画这个葡萄粒。先画一粒葡萄啊，大家注意，先画一粒整粒的，这个地方画一个半圆啊，这个地方呢再画一个半圆啊，两笔共同组成一粒葡萄，对不对？当然啊，画好这一粒葡萄之后，这一粒是蛮重要的。我们画在哪儿呢？一般啊，画这一粒葡萄是画在这个位置的，就是画在啊中间的偏下方的位置啊，也就是最下方这个葡萄粒，我们画的是第一个啊，先画这个葡萄粒，然后呢接着往上面去推它啊，接着往上面去推。为啥这样画呢？上面的偏浅，下面的偏重啊，整体的是上面葡萄粒偏浅，下面葡萄粒偏重。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是先画下面的，然后呢再画上面的，一边画上面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边上笔尖上可以适当的调点太白色了，这个地方我们再画上一粒。大家注意看一下，第二粒葡萄呀和第一粒葡萄它是一个并排的关系。但是呢，其实啊，一些小的细节啊，大家观察细的可能发现了，它是有一定的小小的衔接关系的啊，并不是说两粒葡萄，对吧？两粒葡萄互不那啥啊，对吧？就并排着，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的衔接关系啊。当然画成这种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啊，有些地方需要这种衔接，就压上去就行啊。国画压上去就可以了，它会很自然的交融在一起的。这个是第二粒了。第三粒、第四粒呢，我们笔尖上可以调水分了啊。这个时候笔尖上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加水，笔尖上调一点点水分，接着往上画，这个地方再画上它一粒，对吧？再往上接着画也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画上它一粒，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画上它一粒。大家注意啊，这个画的有规律性吗？实际上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就是从下往上去画它。但是从下往上去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成一个倒三角形状。大家现在看是比较平的，是比较板的，对吧？那怎么去破除呢？就是画成一个倒三角。这个时候我们该开始往上加，上边的葡萄粒让它多一点，下边葡萄粒呢少一点。下边葡萄粒不要再加了，上面葡萄粒我们继续加。比方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上一个葡萄粒。
能留出这个小白点啊，就留出来；留不出来啊也没关系的。这个地方再来上一粒葡萄，对吧？然后呢，笔尖上几乎是每一笔尖上都调点水啊，几乎是每一笔都调。你说不调行吗？不调啊也行，不调的那种出来的效果呢，它是稍微重一点的。这个地方也来上一粒葡萄。那这个小白点啊，留的时候呢，尽量留在中间的左上方啊，中间的左上方这个位置好留。然后呢，画起来也好看，也简单。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一个，这个地方两个啊，这个地方呢三个，这个地方，对吧？又这样去看的话，又是两个，就是越往上面走，这些葡萄粒呢就越多啊，越往上面走，这些葡萄粒啊就越密集。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有些葡萄粒啊，它其实是有些偏直的啊，偏平行的，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直一点啊，没关系。我们后期呢，通过第二层次给它破一破，给它画一画，那么尽量去避免这种状况出现啊。但是呢，一串葡萄当中啊，它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不要着急，去破一破，通过第二层次以及第三层次去破它就可以了。好，那么大家呢在画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开，但是呢避免不开的情况下也无所谓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在一条直线，对吧？它是错开的，看似好像在一条直线，其实呢它都是错开的它都是错开的。大家呢就是注意这些问题就可以了。你不要说画完之后这个地方三个在一条线上，这个地方呢三个也在一起，都是这样平行的，它就不行了要错开能错开的情况下呢，尽量要错开它。这个地方也画上一粒葡萄这就都是越往上画加的水越多越往上画这个水分不断的在调水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其实笔上的这个颜料已经非常少了。我在这儿再给大家加一粒，大家就能对比出来了。这个非常紫，这个现在的颜色呢已经非常的浅了，对吧？和上面我们一对比就能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重的紫，现在用的这些呢是非常浅的紫色了，对吧？这个就是画葡萄的一些方法规律。先画下面的，往上推着画往上推着画。画好这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画上葡萄的藤蔓葡萄的串，对吧？把它串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是画好了第一层次，的葡萄也就是这些地方第一层次的葡萄整粒的葡萄。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画第二层次的这些葡萄。第二层次葡萄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调一个花青加上三绿色，把这些葡萄粒给它串在一起，给它串起来。用什么颜色呢？一个是花青一个是三绿，把这两种颜色给它调一起把它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之后呢，把这些串给它串起来。用笔的时候呢，也是提起来按下去，这样去画它。就是要用笔要有提按的变化嘛，像这些地方是按下去的，要有一定的提按变化，也要像写草书一样，有时候呢具有这种连带的关系，就是画的时候呢，要有这种顿挫感，要有提按感，要有交叉感，要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其实我们平常练兰花练竹子甚至练梅花那些枝干那些线条，都是存在这些变化的。我们画葡萄也是一样，也要存在这些变化才可以。那画好这些葡萄串之后嘛，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就是说画这个第二层次的葡萄了。第二层次葡萄也非常简单，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紫色的基础上还是调这个紫色，但这个紫色和大家说一下，调的稍微浓一点调的稍微浓一点，并且调浓之后呢，蓝色、花青色让它适当的多一点，就是它既花青多，并且呢，它也比这个盘子当中已经调好的这个紫色要更加的浓一些。这个紫色调好之后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画上它这些空隙的这些地方，也就是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大家来看一下，画上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第二层次葡萄粒我们画成什么样是不是都是半粒的呀？我们在这个写意手法当中呢，也是全部把它画成半粒的，不要画成一粒的，对不对？
感觉有点太重啊，稍微的给它再调的浅一点，水加多一点它就浅了。画上第2层次的葡萄粒，全是半粒的，对不对？有些露出来啊，半粒的葡萄偏多，有些露出来的葡萄粒呢偏少啊，就这样很自然的嘛，我们去画它就行。这个地方也画一画，哎，能留出一个小白点呢，也给它挤一挤，也给它留一留。这个地方也是画上半粒的小葡萄，这个地方也画上半粒的葡萄。就是画的这个嘛，最底下它也是有半粒的存在的。我们就是写意画嘛，一定要源于生活，对不对？不要写意画一点都不乱画啊，一点都不是乱画的。写意画是非常讲究、非常注重写实啊，非常注重这种写生的啊。这个地方也画上半粒的葡萄，对不对？也画上半粒的葡萄，给它加一加，给它画一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要不要也来上一小点呀？第3层次的葡萄粒，后边的话呢也是给它填补一下，一定要认真去填补啊，不要急躁。画到现在的话呢，不要急躁去画，要认真去填补它。这些地方也是，去画上它半粒的葡萄，这个地方也给它加一加，画上半粒的葡萄，不要画成成粒的啊，都画成半粒的为主。出来效果呢它好看。这个地方画上第3层次的，有了第2层次的葡萄粒，再加上第3层次的葡萄粒，对吧？这样去加一加，这样去画一画。这样去加一加，这样去画一画。那么大家会发现，现在画到现在的话呢，这一串葡萄啊是已经非常有体积感了啊，非常有重量感的了。那么还差一样东西啊，差这个小果脐。小果脐怎么画呀？直接用这个浓墨去点它就行。小果脐啊，我们点的时候呢，中间的小果脐嘛，点在中下方，对不对？左边的小果脐啊，点在左下方；右边的小果脐呢，点在右下方的位置。轻松的这样一点它就可以了啊。点的时候呢，不要太小。真的小果脐好像蛮小的，但是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不要画的那么太小啊，稍微的比真的果脐大一点。这样点出来之后呢，这个葡萄呀，它是显得更加的厚重了啊，显得更加鼓鼓的感觉了。包括呢，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时候呢，大家留不出这个白点儿。你说老师，我们留不出这个白点儿，前期啊手上功夫不到家，那么呢可以调太白色。调太白色呢，给它提一下啊，给它提一下，就是说呢，也按照这种感觉啊，这样提它一下。提完之后呢，这个效果呀会更加好看。包括老师虽然留出来了，但是呢提它一下呀，会更加漂亮，对不对？提完之后呢，这个葡萄呀更加晶莹剔透了啊，更加的晶莹剔透了。那这个呢就是葡萄啊，紫葡萄的画法。那这个紫葡萄，大家学会之后呢，绿葡萄怎么画呢？其实紫葡萄大家多练啊，不仅仅练这一串啊，大家平常呢就多练，画串胖的，画串瘦的，对吧？画串这个各种各样的，多练习一下。你看这是一串，那么绿葡萄怎么画呢？绿葡萄呀，我们就可以用很简单的颜色去画呀。比方说这个绿葡萄其实有很多种画法，比方说花青加藤黄可以调成那种草绿色，也可以呢用这个花青色加上3绿色，那调成这种绿色呢也是可以的。花青啊加上这个3绿，对吧？画葡萄梗的，画葡萄梗的颜色是吗？啊，画葡萄串的颜色。直接拿来去画这个葡萄呀，也是可以的。可以花青适当三绿适当多一点，花青适当少一点，让它呀更加绿一点啊。更加绿一点之后呢，我们呀可以也是把它刮干净，对吧？把它刮干净，把水分都刮掉啊。刮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啊，把水分都刮掉。这个时候呢，笔尖上大家注意，也是笔尖上去调水分啊，笔尖上去蘸水分，笔尖上调水分，然后呢开始画这个葡萄。那怎么画呢？也是和这个一样啊，我们画的时候也是
啊，左边一笔，对不对？右边一笔，画出一粒圆圆的葡萄啊。左边用笔轻，大家注意，左边用笔轻，右边呢用笔重啊，一粒葡萄。哎，当然，感觉太靠上了，这个地方也可以再加一粒。左边用笔轻，右边用笔重啊，尽量画的圆一点，圆一点是葡萄啊。太扁了之后呢，就给人感觉太像蹄子了。哎，稍微的圆一点。左边一笔，右边一笔。左边用笔轻，右边啊用笔重啊。左边用笔轻，右边呢用笔重。左边用笔轻，右边用笔重。这个葡萄粒的排列啊，和大家说一下。排列的顺序的话呢，其实第一层次啊画的可以适当的乱一点啊，就是画的呢可以更加的随意一点，画的呀想画在哪儿就画在哪儿，哎，然后第二层次葡萄呢，我们再去进行补充，再去进行调节，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国画的一个画法的，就是说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先大胆的去画。先大胆的去画它，画完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细心去调整画面，去收拾这个整个画面。那么第二层次葡萄怎么画呢？画第二层次葡萄之前啊，也是先把它的葡萄串给它串一串。串的话呢，你像绿葡萄啊，再串的话呢，可以用花青色，加点这个墨色啊，调一个花青墨去串它。因为这个葡萄串的话呢，哎，再用这个去串呀，就显得有点不合适了啊，就显得有点重叠了，对吧？颜色就一样了。那画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花青墨去画它，也是用笔的话呢，也是要有提有按。这个地方呢，把儿的地方嘛，按下去，然后提起来，哎，把这些葡萄粒呢，还是要穿在一起，给它穿一穿，给它连一连。穿好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接着画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啊，还是用这个绿色啊，笔尖上嘛，多调一点花青色，对不对？笔尖上多调一点花青，甚至呢可以调的呀稍微的浓一点啊，多调花青，并且颜色呢稍微浓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开始画第二层次葡萄粒啊，第二层次葡萄粒也是一样，和紫色的用笔方法啊画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让它呀。画成半粒的啊，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嘛，都画成半粒的。第三层次的葡萄粒也可以加上第三层，也是半粒的。像这些地方也是，给它加一加，加成半粒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给它加一加，加成这些半粒的，对不对？第三层次的，随便加嘛，这个就是看我们的一个想象力以及平常我们观察生活的多少的问题了，通过观察生活啊，会发现这些葡萄呀，很多串是非常美的啊。自然界当中很多自然的串是非常美的。那我们呢，有时候可以直接拿过来，直接画上去的。把这些该填补的地方填补它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该填补的，给它填补它一下，画上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啊。这些地方也给它画一画，该画的都画一画，对不对？该画的都画一画，这些地方也是给它加一加啊。那这样的话，绿色葡萄嘛，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呀。再点上它的小果旗就可以了。中间的小果旗啊，我们点在中下方啊；右边的小果旗呢，点在右下方；左边的小果旗啊，点在左下方的位置。就这样轻轻的这样一点，这一串葡萄嘛，绿色的葡萄也就画好了啊，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这些葡萄画法。那么这个呢是平常我们去画葡萄啊，那么其中的一种画法。其实葡萄的画法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啊，不仅仅局限在这样一种画法啊，还有很多的画法啊，还有很多的技法都等着大家去学，等着大家去开发。那么呢，我就以此为题呢，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延伸的一个
学习啊以及训练。那么这个呢，葡萄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画法呀，就是不断的去加白。你像我们其实是在不断加水，还有一种呢是不断的加白啊，也是一样的。就调成这个葡萄籽之后啊，笔尖上我们第一次不是加了白粉吗？加了白色。那么来这个地方来简单示范一串啊。画的时候呢也是啊，第一串葡萄，第一粒葡萄这样的，第二粒葡萄啊也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粒葡萄呢，画的时候啊就一直加白粉啊，一直加太白色。这样画出来感觉呢，它是一种啊比较带霜的感觉啊，就是不再加水了啊，而是呢一直加太白色。那这样画出来之后呢，它其实是一种带霜的感觉啊，带着霜的感受，它是非常实的啊。这样画出来之后呢，它这个葡萄粒更加实，更加的厚重一些。这种葡萄粒呢更加水润一点。那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观者的感受呢是有一定区别的，对吧？不断的去加白，不断的去加这个太白色，第一层次，尤其是第一层次嘛，不断的去加太白色，那这样出来的效果的话呢，它就更加的厚实一些啊，更加的厚一点。这样去画它，这个是第一层次的了，这个是第一层次的。像这个地方呢也是，该加的给它加一加。这是第一层次的葡萄。那第一层次葡萄画好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啊，用这个葡萄串啊，把它们串起来。串的时候呢，和旁边就是一样了呀啊，用笔按下去，提起来，再串上这些葡萄串啊，串一串，连一连。连好这些之后呢，接着画第二层次。那第二层次嘛，啊，就和这个是一样的了，还是调这个紫色，然后呢，多调一点花青，对吧？多调一点花青色，或者是呢，里面啊，甚至还能加上一点胭脂都可以啊。胭脂呢要少加，加胭脂加太多，容易画的发灰，容易画的发脏。把它给它加一加。这是第二层次的。这个呢也是第二层次的，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它加上一个第二层次的葡萄粒，这个地方也加上半粒的第二层次的葡萄粒，也是一样啊，就是后面的画法呢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方法上这个笔尖上一直在调太白啊，另一个呢是笔尖上啊我们一直在调水分，这些该填补的地方给它填补它一下。该填补的给它填补一下。这个地方呢也是给它画一画，加一加。第二层次的后边也是加上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这个地方也是加上一小点点的第二层次葡萄粒，再往后边走也是第二层次的葡萄粒，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是加上它第二层次的葡萄粒，这样的话呢，一串啊这种感觉的葡萄就画好了。它其实和这两种感觉它是不太一样的，对吧？颜色一样啊，大体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实际对比起来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呢更偏向于厚重化一些，这种的话呢更偏向于这种轻盈化一点。当然这种葡萄还能再继续加，这个可申诉性更强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太白色把这个毛笔涮干净，笔尖上我们多调点太白，大家看一下，多调点太白色，然后呢这个太白色我们给它转一转啊，把这些地方呢我们给它蹭上一蹭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颜色稍微的吸干一点，笔上的颜色呢稍微让它吸干一点，简单的这样蹭一蹭啊，这些地方呢太白的地方就亮面嘛，简单的给它擦一擦，简单的给它蹭一蹭，就给它挂了霜了嘛，给它挂了霜的感觉，对吧？就用太白色直接蹭它就行。简单的这样蹭一蹭啊，简单画一画，勾一勾，它就有一点点带霜的感觉了。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些后期的一些尝试并不是老师常用的一些画法
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进行尝试，老师呢就是抛砖引玉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绘画的思维模式，大家呢可以按照这些创作的一些方法呀、一些模式啊，都可以自行的去开发一些新的画法啊，对吧？用太白色，简单的再去提它一层，大家发现这种葡萄呢，第一有种挂霜的感觉，第二的话呢，画的更加的厚重了啊，比这个要更加厚重了，对吧？就是不断的在添加，最后呢再画上它的小果旗啊，这种葡萄也是非常的在意小果旗，不点小果旗啊，和点完小果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果旗的点法也是一样，中间的嘛点在中下方，右边的点在右下方，左边的呀点在左下方的位置。这种葡萄呀也就画好了。那么包括太白怎么办呀？太白呀，我们之前盖住了，再用太白色去提它一下，再用太白色呢去提它一下，就这样一画一点，对吧？这样一串葡萄就完成了呀，两种不一样的感受啊，颜色差不多，但是呢两种不一样的感受。绿色葡萄也是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种方法，笔尖上一直调太白去画这个绿葡萄，大家呢感受一下，画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对不对？好，葡萄这个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叶子应该如何去画。好，那下边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叶子如何画呀。其实叶子的画法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一些，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叶子呀，已经对这个笔墨的语言呢已经了解的非常清晰透彻了。那么我们在去画葡萄叶子的时候呢，也就变得简单了。第一呢，用笔已经大家其实已经有所掌握，那么用墨的话呢，也已经有所掌握。那么我们仅仅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形。但是它的葡萄的叶子的形的话呢，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呢也有讲过葡萄叶子的形。那么再画我们就变得简单了。第一我们发现葡萄叶子它是由5笔组成的啊。再有和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它和一些丝瓜的一些这个叶子是稍有区别的。它的这个叶子不是那么太尖，丝瓜的叶子呢更加尖一点。葫芦的叶子也是由五个小尖组成，但是葫芦的叶子呢要更加平缓一些。那这是丝瓜、葡萄，这个葫芦，它们3个品种的叶子的区别啊，都是5个尖，但是呢不一样。葡萄处于正中间，就是不是那么太尖，也不是那么太圆。葫芦的叶子整体偏圆，丝瓜叶子呢整体的偏更尖一些，这是它们的一些区别特点。实际在画的过程中那么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大体上差不多就可以。我们写一画嘛，要的是一个大的感觉，并不是说画的一模一样，对吧？画的一模一样那就没意思了画出来就没有感情了，对吧？就没意思了。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记住它的一个大的感受，不要画的太圆，也不要画太尖，大力度适中这个尖度适中就可以。调笔的时候呢，可以笔尖上调墨，笔肚上呢水分多一点，笔尖上墨色浓，笔肚上墨色浅。那画叶子嘛，就是5笔，5个尖就是5笔去画出来就是5笔去画出来。那么大家注意，我们讲过，它是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出来，这叶子就特别精神。这个特点表现不出来，叶子就显得特别死板，特别生硬。那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画呢？5笔怎么去画呢？用笔的时候是1笔往回收，第2笔第3笔，第4笔，第5笔。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用的。用笔的方式呢是往外带然后呢往回收，每一笔都是这样的，往外带，往回收。第一个中间的这个，第2个呢两边的。第2笔，第3笔，第4笔，第5笔，对不对？就是这样画出来的。那么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是不是有一个 U 字形的结构对吧？出来这个结构之后，显得这个叶子它特别精神没有这个结构，显得就生硬，显得就死板。是这样的。然后呢，再画上它的叶脉。叶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浓墨去点它的叶脉，就是直接这样画它就行叶脉呢也是5个叶脉嘛，5笔叶脉组成，5笔主要的叶脉，
然后呢，周围啊一些小的叶脉，其实和这个叶脉的画法就一样了啊，大同小异了啊。这个是深颜色的，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个浅色的，深色的大家看叶脉看的不明显，浅色的叶子，你看一幅葡萄当中嘛，不可能只有深色的叶子，还需要用浅色叶子去搭配。那怎么去画呢？笔尖上调点水，再画上去，它就是浅色的啊，没有再去蘸墨，就是笔尖上调了点水分，画上去之后，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就是浅色的了呀？也是一个正面的叶子，对不对？哎，这个是朝这边的，这个是朝下的，然后还有朝这边的，1笔、2笔、3笔、4笔、5笔，哎，这都是葡萄叶子。实际上呢，就记住一个规律，5笔组成，然后呢，再有记住一点，中间这一笔最大，两边这2笔啊稍微小一点，再往上走，笔触更小啊。记住这个规律，记住这个特点，那么画出来的叶子呢都是好看的。真实的葡萄它也是这样的，中间这个最大，两边呢稍小，最边上啊它很小，甚至呢有时候边上这个都看不到了，可以忽略，可以省去，对不对？这是葡萄叶子的用笔方式以及用笔特点啊。还有一种叶子是什么样的呀？还有一种叶子是那个侧面的，对吧？还有这种的，哎，画上这种的感觉的偏细致一些了，这个是侧面的叶子。背面的叶子，然后呢，还有它就是露出一些，正面的叶子，就是我们刚画的那种状态嘛，还有这种状态的，对吧？就这种状态的，啊，这种状态的啊，也可以表现。但是这种画法的话呢，在一些作品当中啊，其实不用去刻意去表现它啊，除非是画小写意，那么呢，可能会需要用到这种画法。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画这种正面的为主啊，侧面的怎么画呀？侧面呢，有时候我们就1笔。2笔、3笔、4笔、5笔，就是可以省去这边中间的，这边呢，是这边呀是这个，然后这边呢是这个，这边的和这个最小的侧过去了嘛，叶子侧过去了，所以说呢看不到了啊，它就变小了，也是近大远小的一个关系嘛，侧面的转过去了，看不到了，就特别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代表它是一个侧面的叶子，那就可以了啊，就够了，点到为止。中国画就是这样，画到为止啊，意思到了就可以了。好多我们说话办事也是一样，意思到那儿就可以了，对吧？不要完全去点破它，这也是我们国画的一些绘画的一些哲学啊，绘画的一些思想。那么呢，画上它的叶脉，叶脉的话，大家注意一下，都有一个 U 字形，对吧？有 U 字形它就好看，包括这个也有一个简单的小的 U 字形。画上它的叶脉，叶脉啊，就是中间一个主叶脉啊，5个主叶脉，主叶脉完了之后呢，加上2笔小叶脉，就可以了。加上2笔小叶脉，简单一带就可以了，对吧？这个地方也是，也可以加完主叶脉之后呢，顺势就加小叶脉啊，这样一带啊，这样一画就可以了。画的时候呢，主叶脉啊用笔稍粗，小叶脉呢用笔啊稍细。对吧？主叶脉用笔稍粗，小叶脉呢用笔啊稍细一点，就可以了。这就是叶子的画法嘛啊！当然它可能有一些小的叶柄连接上，对吧？连接上。当然叶柄的话，就一般情况下呢是不需要画的，因为那个东西不重要啊，一点都不重要。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可以忽略去啊，不画它。重点就是藤蔓、叶子和葡萄。那么叶子大家都会画了，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画一个藤蔓吧。藤蔓的话呢，藤蔓怎么画呢？藤蔓的话，也是一样啊。藤蔓的话呢，就是其实和紫藤啊一些藤蔓，大体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来给大家画一画。然后这个藤蔓画的时候呢，我们就找到那种放松的状态去画它就行。但是呢，要找到一种感觉就是葡萄，好多同学刚画葡萄，刚画这些藤蔓类的植物呢，就容易从这儿出来一个枝儿，然后呢，两边去加这些小的枝儿，对吧？也就这样去画它，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样是一种错误的画法，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去画。这样去画，它从一个枝儿出来之后它挂不住那么多叶子，挂不住那么多葡萄的，给人感觉是漂浮的状态啊。包括这种用笔，虽然很婉转，对吧？弯弯曲曲的、绕绕的，但是它缺乏一种力量感，没有一种快慢的节奏感，没有一种顿挫感啊，没有方折的这种变化感，那么就不好看嘛。我们在画藤蔓应该怎么画呢？在画藤蔓正确的画藤蔓方式，当然我给大家从头来啊。
这个毛笔涮干净之后，对吧？笔尖上我们调浓墨啊，笔尖上调点浓墨，笔肚上呢保持一定的水分。画的时候啊，用笔要轻松，用笔要灵活。画的时候呢，要有快有慢，哎，有提有暗啊，有轻有重，有深有浅，哎，这样去画它。深浅的变化咱不用考虑，因为笔上它本身墨色有变化，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深浅不用去考虑，但是啊，这些提暗的变化一定要画对。有些地方呢，行笔啊速度快一点，有些地方呢行笔啊速度慢一点。像这些地方用笔非常慢，到了这儿呢行笔速度非常快，突然加快之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出现了干笔触，行笔速度慢的地方呢出现了湿笔触啊。这个地方干完之后，这个地方又慢了一下，顿了一下，哎，有提起来，有按下去，按下去之后行笔速度又慢了，然后呢很自然的。它是湿润的，又快了又慢了，又快又慢，又快又慢。然后呢，有中锋有侧锋，像这个地方是中锋，到了这儿呢，稍微调笔，出现了侧锋的状态。哎，有粗的，有细的，哎，这种状态去画这个藤蔓，画出来的藤蔓呢，它就有力量感，它就自然啊，而不是这种划上去，并且说啊。这个是从一个枝上出来的，这个像木本的出枝。那我们在画藤蔓呢，最好呀，让它一幅作品当中这个藤蔓呀，不要出一枝啊，要多出2枝，要让它挂在这个树上，要挂在藤蔓上面，要挂在这个房檐上，要挂在树上，对吧？去长这个葡萄，它才好看呀。你不要说垂下一个枝，这枝从哪儿来的呀？没有交代清楚啊，这枝从哪儿来的呀？从这个树上垂下来的这么一大枝吗？显得不贴切，显得不太符合自然。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观察自然嘛。大家去观察自然的时候，会发现它这个藤蔓自然界当中啊，它就是这样长的。上面这儿可能是有一个竹竿，或者是房梁、房檐，哎，挂在上面，然后垂下来这么一个藤蔓，垂下来一条藤蔓呢，哎，这藤蔓呀，它又有一些小的藤蔓啊，有一些小的藤蔓，比方说呢，哎，从这儿穿过去，从这儿又穿过去，哎。它又有一些小藤蔓，小藤蔓呢又弯弯绕绕垂下来，要找到这种感觉。然后呢，大家说老师，你那个画画都要这么快吗？要这种速度感。好多同学画这个藤蔓，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不敢画快啊，就一直描得很慢啊，描得很慢，描得很慢。你像这种描得很慢呀，它就缺乏这种快慢的节奏变化啊，它就体现不出那种力量感。啊，体现不出这种藤蔓的力量感，因为藤蔓呢，它既是草本的和木本的一个结合的感觉，又有柔的地方。看这些地方用笔非常柔，曲线、弧线非常的柔的一根线条，但突然到了这儿，咵提笔转过去，非常的有力量感啊。柔的线条突然间很刚强，柔的线条，看这一根很直，有弯的，有直的，哎，有柔的。哎，有坚硬的，哎，这种感觉去画这个藤蔓呀，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好看。再有一点呢，就是藤蔓画的时候啊，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它是有聚散变化的啊。好多同学画藤蔓不敢画啊，第一是不敢画，第二的话呢，就是不考虑画面的一个聚散，觉得藤蔓就是藤蔓。其实呢，一幅画面当中，藤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要有聚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藤蔓是非常多的，这个地方呢藤蔓就非常少，非常散啊，有聚有散，画面当中全靠藤蔓来表现啊，全靠藤蔓来表现。哎，所以说呢，大家呀多练练藤蔓，就是说呢，可以像老师这样，哎，随便画一画，一边画一边想着，哎呦，要有提有按，有快有慢啊，这种节奏感要表现出来，要画一画啊。再有呢，就是画面的一个聚散感啊。我再给大家来示范几幅啊。这个藤蔓呢，就是难点，是一个小的难点，大家呢可以进行多练，可以进行多练。就是说啊，笔尖上调浓墨，对吧？笔尖上调浓墨，画的时候呢，就很大胆的去画它啊。紫藤的藤蔓呀，葡萄的藤蔓，其实很多都大同小异。画的时候呢，看，就真的是很自然的去画它。哎，画的时候呢。的确是很自然在画，但是啊，我们是要记住一个规律性的啊，一个规律性，就是说呀，画的时候呢，哎，画的时候啊，
很自然、很随意，但是呢，要注意不要画的太平啊，不要画的太平。你不要说你画的很随意，随意画出来之后呢，你画的那个东西啊，粗细都一样，快慢都一样啊，干湿也没有变化啊，深浅也缺乏变化，那就不行了。那个随意就没有随意到点儿上了。我们随意应该怎么随意啊？随意的时候呢，看有粗的啊，有细的。有这个密的地方啊，有稀疏的地方，这个随意出来的感觉它就好看。那我们怎么去训练这种感觉呢？训练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呢，先画上简单的几笔，比方说现在我们也是在训练，那怎么去训练的呀？我们画好这些很随意的线条之后，我们开始进行练习啊，开始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训练啊。怎么去训练呀？密集的地方啊，让它再密一点；密集的地方让它再密一点。怎么让它再密啊？你说这个地方还能再密一些吗？可以的，再加上一个藤蔓，对吧？再加上一个藤蔓，它是不是更密一点了？这个地方感觉啊粗藤蔓太多，我要不要加上一个细的藤蔓呀？简单的来上一个小细藤蔓，又密集了一些。然后呢，既密集了，并且呢，它还起到了一个粗细的这样一个交互的变化。那这个地方感觉画面太空怎么办呀？就是练习嘛，就是一边去画一边去思考啊，一边去思考一边去画。那这个地方感觉太空怎么办呀？再加上一个藤蔓呀。弯弯绕绕的这样绕来绕去，这样去画它藤蔓，就是这样去练嘛，这样去画，找到一个很自然的感觉，然后呢，加上一些胎点儿，给这个画面啊增加上一些细节，感觉不够重的或者感觉不够密的，都可以胎点儿来凑，胎点儿去补它。这个就是练藤蔓的一个方法，既要有柔的。如果说画面当中啊，大家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举个一些例子啊。当大家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比方有些同学画藤蔓啊，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画着，刚一入手，哎呦，画平了，那这能改吗？比方说你都画好葡萄了，画好叶子了，突然间来了这样一笔，太直了，太平了。太柔了，缺少刚强了，没有变化了，怎么办呀？实际上，我们国画啊可以修改、可以调整的，就是错误不是太多的情况下都可以调整，不是那种生硬的那种致命的错误，那都可以调整它。比方说，夸来了一笔怎么办呀？或者来了2笔怎么办呀？可以调整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训练嘛，训练也可以自己给自己找毛病啊，自己画错了，那没事儿，我们去调整它。接着画呗。这个地方它不是柔吗？我们缺少一些刚强的地方，我们就转过去呗。加上这种转折的力量感，一下就给它破了呀，破了这种生硬的这种直的感觉，一下就给它破开了啊。它既然很柔，我们就多加一些刚强的感觉。它线条都偏粗，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偏细的一些藤蔓的感受，对吧？加上一些偏细的藤蔓的感受，这样去画它，它不是普遍都偏粗吗？我们加上几笔细的，再来看这2笔，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地方也是，是吧？这一笔不是直吗？我们加上一些曲的啊，加上一些曲的，加上一些弯的，这个地方也是给它提起来，再绕过去啊，再穿上去。这边多，这边呢我们就少一点，都要连到上面去，但是呢。这边密，这边呢我们就稀疏一点，这样整体布局的话呢也会更好看。然后呢，感觉还是有点平，怎么办呀？再转上2圈，再画上2笔，这就是平常嘛我们练习的一些手法呀。平常我们练这个藤蔓啊，怎么去训练？当你画面当中这个藤蔓不敢画，那么你就随便先画上它几笔，画完之后呢，你就找变化。它太粗，你就画上细的。如果说你第一笔画太细，你就加上一些粗的啊；第一笔画太干，你就加上一些湿润的；第一笔行笔速度太慢，你就加上一些快的；第一笔行笔速度太快，那你就加上一些慢的，就是不断的在找这种对比变化。那么整体的话呢，这个小画嘛就可以了。那你说慢的怎么画呀？慢的慢快的这种变化也可以很好的找到。比方说这些地方，慢的，突然间加快。
这种感觉，就是慢快的一个结合。哎，画面当中啊缺少慢的，就给它加上一些，加上几笔慢的，哎，就是不断的在调整画面嘛。这个就是练紫藤啊，练这个藤蔓的一些方法啊，紫藤啊、葡萄啊这些啊等等题材，那都可以适用啊这种方法嘛，这种练习的方法都可以适用。当然呢，最终藤蔓也是要结合整个画面去画啊，不是说单画藤蔓就完事儿了，而是说根据藤蔓呢，结合着我们画葡萄，结合画叶子，然后呢结合在一起，对吧？结合在一起，根据画面的一个整体的聚散，再去加藤蔓啊，再去加藤蔓，就是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性。那么大家呢可以多多去练啊，多多去练啊。其实呢，有时候单独去训练一个局部呢，对其他的题材都是很有帮助的。不仅仅，其实你看似你在单练葡萄的藤蔓，实际上呢，其他的一些藤蔓啊，哎，这种手上功夫慢慢都在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好，这节课葡萄单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成幅作品的一个示范啊。好，我们就上到这里。